在古代京都，一位虔诚的神道教书生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常常因为熙攘的城市而无法专心祈祷。他觉得他的邻居正在污染他的灵魂，于是他设法举行某种私人的符，一种可以净化身心的仪式。他决定前往受人敬仰的日之神社。这次旅程是一整日艰苦的攀登，但他对因此得到独处的机会而感到高兴。回到家时，他感受到深深的平静。书生决意要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清新的状态，并下定决心再进行99次这样的朝圣。他将独自行走，为了寻求平衡而无视任何干扰，绝不背离他的目标。这个人说到做到。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走过了瓢泼的大雨和灼热的骄阳。久而久之，他的前程揭示了不可见但与我们的世界并存的灵界。他开始体会到神的存在，这使他脚下的岩石、凉爽的微风和田间吃草的动物都活了起来。他依旧不与任何人交谈，不论是灵魂还是人类。他决心避免与那些偏离道路并被煤气污染的人接触。这种污秽禁忌笼罩着病人和死者，以及那些沾污土地或犯下暴力罪行的人。在所有威胁到书生追求心灵纯净的事物中，煤气是最大的威胁。在第80次朝拜之后，他再次踏上归家之路。但是当夜幕降临时，他听到暮色中有抽泣的声音。书生试图继续前行，忽视这个呜咽之声，但是那个绝望的哭声令他难以承受。他咧了咧嘴，寻声溯源，而偏离了原本的路。很快，他来到了一间小屋，一位女子瘫倒在屋外。满怀同情的书生询问女子悲伤的缘由。他解释说，他的母亲刚刚过世，但是没人愿意帮他埋葬母亲。听到这句话，他的心沉了一下。接触尸体会玷污他的精神，消耗他的生命力，还会让他遭到神的唾弃。但是听到他的哭声，他实在难掩心中的同情。于是他们一起埋葬了那位老妇人，以确保她能安全地跨入灵界。但是死亡禁忌却给书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怎么会如此愚蠢，而忽视了他最重要的原则，并且毁了自己的神界之旅？一夜煎熬之后，他决心回神庙去净化自己。让他感到惊讶的是，通常清静的寺庙里挤满了人，大家都聚集在一位巫女的周围，她可以直接与神交流。他躲了起来，不敢靠近，以免被人瞥见他不洁的灵魂。但是巫女另有官人知道，并把他从人群中叫上前来。做好被神唾弃的准备后，书生走向了那位巫女。但是巫女只是微笑而已。她握住他不洁的手，耳语了一句只有他才能听到的祝福，感谢他的仁慈。在那一刻，书生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心灵奥秘：污染和腐败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目光如炬的书生重新踏上旅程，但是这次他不断停下来帮助他所遇到的人。不论走到哪里，他都开始领略到灵界之美，甚至是在他曾经逃避的城市里。别人告诫他有冲撞煤气的风险，但他从未告诉过别人他为什么会如此自如地与病人和弱势的人相交往。因为他知道，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旅程，才能真正理解福。通过这段视频，继续探索丰富的日本神话世界，跟随一只爱捣乱的、会变形的骗子浣熊进行探险。